許芊芊戰鬥陀螺，講到荷姆茲海峽，講到林肯號，講到防衛白書，講到北京的機器人，講到你因為這一則豪門八卦而錯過了多少東西。那我沒有要怪誰，一切我覺得大家都要怪自己，不然呢？不然怎麼台灣媒體會是這個樣子？你為了看豪門灑狗血，你錯過了多少東西？你跟這個世界簡直脫節呀！那到底要怎麼辦呢？我也不知道，讓我慢慢的跟各位講下去。一則 Google 評論到現在已經吵了12天、13天，看起來會14天、15天、19天、20天。好啦。我們講一下這一個今天的定場詩，一星評論先狂瀾，13連載8家歡，陀螺梗圖扁家戲，論文致謝素人殘，海峽無船虎翻掌，航母缺水誰人看？莫冠新聞養喪屍，暗讚手指自己判。哎呦，真是不知道到底是雞生蛋，蛋生雞油。那來，我們就繼續往下講。我跟你講，你如果現在要對一個外星人解釋台灣過去13天發生了什麼事情，就這樣說了。他開始實在是一個很小的新聞啊。哦，那個有網友說還好看到朱大的說明，不然這一集我打算忍痛不幹了。反指這條新聞，我這一集要講的就是你為這條新聞到底錯過多少東西。我們夾帶一些國際新聞跟重要事情的私貨進來給大家看。來，8月12號，一則 Google Maps 評論1顆星，留評論的人叫做陳信宇，被評論的是一間骨科診所兆福脊椎骨科。評論內容講什麼？講誤診，講男女關係，點名一位護理師，就這樣一則評論而已。在聽直播的各位，你有沒有留過1星評論？有吧？你的1星評論有沒有變成8家電視台連載13天的連續劇？沒有。那為什麼他的可以呢？我們先把13天的時間軸攤開來看。8月12號評論出現，8月13號陳信瑜證實已經離婚，8家媒體同日開稿。8月17號第二波2300萬教育基金的投資爭議，兒子出來講話。8月20號到21號第3波趙建明從海外回台灣，機場暴走，記者摔倒秀離婚協議書，1億元保密條款。8月23到24號第4波護理師的婚紗照進出她丈夫的一切。8月25號第5波趙建明首度受訪說被逼離婚，陳信瑜回鬼話連篇。5波13天，每一波剛好在上一波退燒的時候接上。然後我跟你講，我發現我很多事情不知道，我根本都沒在看，我沒有看到趙建明的兒子出來講話，我沒有看到機場暴走，我沒有看到記者摔倒，我什麼都沒看到。我甚至我覺得你們追到護理師的婚紗照跟她老公這事情實在很怪異。好，沒關係。直播前這2天，8月26號，媒體問陳信瑜3個兒子對爸爸受訪的看法，他說他沒有看，他們覺得看得很煩，跟我一樣。8月27號，傳出趙建明要去台中七期開骨德診所，紅布條都掛了，104真人廣告都找到了，結果是烏龍，另一個姓趙的骨科醫師要開診。陳信瑜當場對記者說了一句：“你們要不要求證一下呀？”在聽直播的各位聽清楚啊，這是連續劇的女主角在對攝影機說：“你們要不要求證一下？”然後他補了一句：“反正到10月5號之前，你們應該還會再來訪問我1個月啊。”10月5號是什麼？是趙建明說要歸還2300萬教育基金的日子。媽，這簡直是預告殺人事件啊！他已經幫媒體排好第2季的播出時間了。連當事人都知道這是連續劇，連當事人都在提醒媒體查證，連當事人的小孩都不看了，看的只剩你在聽直播一邊想，這不就是8點檔嗎？對，你講對一半啊。8點檔要編劇、要演員、要制作費，這個不用，
這個就是兩個當事人自己在 threat 隔空對打，媒體只要做一件事情，架攝影機。我講白一點，這是新聞業的夢幻商品，那是所有不認真上班的記者最愛的東西。他媽每天出去就是等這兩個人互撕，互撕這個人撕完之後撕別人，別人撕完之後再回來問他身邊的人，零製作成本，每天自動更新，雙方都有動機繼續講，而且每一句話都自帶怒、爆、嗆。你下標都不用大腦，媒體不用花錢找料，料自己會來。然後呢，最棒就是這樣子，8家媒體有6家開了專題，聯合新聞網開陳信妤離婚爆料專題，自由時報開陳信妤離婚主題頁，一評開火線專區 ，TVBS 常駐標籤，三立開許芊芊相關報道 ，ETtoday 開系列標籤。什麼叫專題？專題是媒體對讀者說，這件事情我們會持續追，你每天回來看。一則 Google 評論變成一個頻道。我跟你講一個比喻哦，你今天要去聯考，走在路上看到兩個人在互丟大便吵架，丟得很凶，一邊丟一邊罵，你停下來看，看了一下覺得很精彩，再看一下，再看一下，然後你發現天黑了，聯考已經考完了啊，長官。在聽直播的各位會說，誰會這麼蠢？不會有人為了看丟大便而錯過聯考啊！我告訴你，就他媽會，你就是其中之一。我問你，你說不會發生，我問你，過去13天，荷姆茲海峽一艘船都沒有通過，日本防衛白皮書刪掉了跟台灣有關的那句話，美國把敘利亞從資恐國家除名。這是不是你的聯考？這跟你的未來息息相關，跟股市息息相關呢？是啊，那你有沒有看到？沒有了嗎？你看到什麼東西？漫畫、原型圖、手機桌布、1億元保密條款。你就是那個站在路邊看人家丟大便的人，而且看得很開心呢。在聽直播各位一定會問：那丟大便的人是壞人嗎？沒有，沒有，沒有。我先不回答。你這一集我們講完，你自己會有答案。我只是先講一個數字：8月25號趙建明受訪那一天，同一天，美國國務院正式把敘利亞從支援恐怖主義名單除名，47年的認定撤銷了。這件事8家媒體有幾家跟？3家：聯合、中央社、自由。其他5家呢？我還不講電視台嘞，沒有哦，沒跟。妙了吧？我們已經很盡力的查了，但是如果他悄悄的跟了一個沒有點閱率的報道，不要怪我，好不好？不要怪我。那同一天，一邊說鬼話連篇，一邊是中東棋牌重排，你猜哪一邊有專題呢？好了，這一章的判斷是這樣子的：這13天的連續劇呢，不是製造的，是媒體放大的。制造的是當事人，放大的是攝影機，而攝影機為什麼會架在那裡？因為有人看嘛。這一集接下來每一章都在講有人看這件事情的代價。有網友講啊，對啊，很多資訊你搞不好只能看新華社跟那個央視嘞，幹，這不是一個很無奈的事情嗎？來，我們講第一章，上一章是講有人看，這一章把有人看變成數字。在聽直播，各位一定會說，朱大，每個人都覺得媒體誇張，你有沒有數字？有，而且我燒了很多 token， 把它窮舉法找回來的。我先講規則。我們請 AI 研究員把8家媒體的站內專題頁一頁一頁翻到底，逐篇列出來。8家裡面有3家的站內搜尋壞掉或入口抓錯，數字不完整。3家我不用，我只用抓乾淨的，寧願少講不講錯。本頻道罵人不嚴謹，自己的數字就不會有洞。
好，抓的最乾淨的一張是自由時報，請自由時報總編輯為了自己的網站系統做得那麼好，要鼓鼓掌。8月13號到26號，陳信瑜離婚的專題頁翻到底，共有377則，14天377則，平均一天27則。8月14日最高，一天55則。8月25日趙建明受訪那一天45則。在聽直播的各位算一下，一家報社一天55則，等於每26分鐘出一則，不睡覺的欸。那對照組呢？對照組是什麼？我拿別的議題來對照啊。別的議題是什麼？是那些相對重要、相对應該要關切的東西。我不說教。同一家媒體《自由時報》，同一段時間，同一套方法，總預算3讀刪了480億，21則。荷姆茲海峽、伊朗戰爭29則，美國把敘利亞除名6則，伊朗處決抗議者32國聯合譴責3則。同一個分母倍數才能算。陳信瑜是總預算的18倍，荷姆茲的13倍，敘利亞的63倍，伊朗處決的126倍。我念幾則8月25日的標題給你聽啊，我不評論，你自己感受。你自己感受，好不好？來，我們告訴你那幾個標題，我念出來，幹裡面有些東西我到現在看不懂啊。趙建明外貌被評蠻化，陳鴻撂金語。趙建明蠻化嚴重，羅志祥躺着也中槍。命理師點陳信瑜有望遇優質桃花，趙建明被指原型禿，恐更嚴重。憑什麼手機桌布不是你老婆？美魔女怒斥趙建明。第一個我不知道，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蠻化是什麼東西耶，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蠻化是變成像饅頭嗎？好來，我要講這幾個關鍵字：蠻化、原型禿、桃花、羅志祥，這些是一家日報一天之內產出的新聞呢。來，我們來一個反轉，好的，來一個反轉。淚牛說我要抖內發言發不出去，你叫 ChatGPT 把它翻成英文，然後貼就翻出去了。好，我們現在來一個反轉哦，對照一下中央社、國家通訊社吧，沒有點閱壓力，沒有廣告，它的發稿量就是純新聞判斷的基準線。同一個13天，中央社給陳信瑜幾則？6則。給荷姆茲海峽幾則？47則。看清楚啊！同樣兩個題目，中央社給荷姆茲是陳信瑜的8倍，自由給陳信瑜是荷姆茲的13倍啊！幹，我們在什麼平行世界裡面嗎？一邊是8比1，一邊是1比13，兩家新聞判斷相差100倍。在聽直播的各位，這才是這一章的重點，不是媒體報太多八卦，這句話大家都會講，是只要拿掉點閱壓力，同一批記者，同一天，同一個世界，新聞判斷會整個反過來。差的不是記者素質，雖然我有點懷疑這件事情，差的是誰在付錢。中央社的錢是國家給的，自由的錢是你手指給的。你的手指說蠻化比荷姆茲重要100倍。Gorky， 你他媽我講話是沒在聽哦，叫做中央社淪落至此。你剛聽數字是聽到屁眼裡去了，是不是？來，沒關係。再看標題，《自由時報》377則陳信瑜的標題有26%含情緒詞，怒、爆、嗆、呲、打臉。總預算52則標題呢，2%， 13倍。標題直接引述當事人的話，陳信瑜54%，
總預算12%，標題是問句，誠信餘17%，總預算2%。引述跟問句是什麼？引述是說他說什麼我就寫什麼。問句是我不下判斷，你自己猜。這兩種標題呢都不需要記者動腦。我講白一點，377則裡面有一半以上記者做的工作就是把 Threads 的貼文複製到標題欄，零成本。再給你一個不是媒體的數字 ，Google Trends 在台灣8月1號到8月26號5個詞放同一張圖，陳信瑜、趙建明、荷姆茲海峽、陳水扁、川普。8月13日，陳信瑜100%，荷姆茲海峽0，不是低哦，是0。整個26天，荷姆茲海峽最高一天是3，平均下來，陳信瑜16，趙建明13，川普6，陳水扁3，荷姆茲1。太棒了，是不是？太棒了！美國總統是陳信瑜的1/3，掐着台灣70%原油的那條海峽是陳信瑜的1/16。這個不是媒體的選擇，是你自己在搜尋框打的。這 Google Trends 是看搜尋趨勢。媒體那邊還可以說編輯有偏見 ，Google Trends 沒有編輯，只有你的手指。唉，還有個巧合，8月16日，荷姆茲海峽通行船數是0艘。同一天，台灣人搜尋荷姆茲海峽的熱度也是0，兩個0，一個是世界的，一個是你的。然後國際新聞呢，荷姆茲29則，自由已經算高了，因為油價跟錢包有關，媒體知道你會點。敘利亞除名6則，伊朗處決3則。日本防衛白皮書呢，8月4號發布，刪掉台海攸關日本安保那一句。注意，這件事情在13天之前發生，不在窗口裡。我把它列進來，是因為發布後1周，台灣討論熄火，八卦窗口裡面8家媒體零追蹤0，讚吧？你看出規律了嗎？國際新聞在台灣網媒能不能上，看有沒有中央社通稿，有的話就轉一下，沒有的話就不要做。本地八卦不需要通稿啊，當事人發 Threads 就是通稿啊，而且你還可以改寫各種貼，所以這張的判斷啊，媒體的新聞判斷不是部分被點閱接管，是整個反過來。中央社8:1，自由1:13，中間那100倍就是你的手指投出來的票，而你以為你有8家媒體看世界，你錯了，其實你只有1家通訊社的通稿，其他7家呢在幫你複製 Threads， 妙了吧？來，我們念一下今天抖內，謝謝 C 的抖內，謝謝壞掉龍酒說，請支持牙醫用鑽孔器擔任阿魯巴老豬，並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豬祝福打氣，謝謝。你一說今天中午晚上都有，覺得很開心。Mr. 阿卡賽子說小抖個目標，中午的課還沒上完，朱大要開新課啦。先追新課，順便小搞一點可燃烏龍茶，敬朱大跟各位網友周末愉快，支持九哥使用牙醫用鑽孔器單人阿魯巴朱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手機熱推，有餘力者煩請點選置頂連結，一下至阿宅福利社就在下面啊，下面有很多，我今天剛吃的雲漳牧場牛肉麵，靠，真好吃，我兒子們也超愛，主要是方便，加熱就好了。一整個讚 ，Sylvia 嗆說到了。這個 Man 窗霧說抖哥今天2個直播，好期待今天的議題直播。邱毅大喊男性的復仇，男性們會硬起來嗎？啊，我不知道邱委員又講男性的復仇嘞，邱委員自己多開心吶！來，金盞花說，媒體的水準代表就是台灣人的水準，媒體喜歡的口味就是配合民眾的口味，是台灣媒體把人民的視野縮小了，還是人民讓台灣媒體的視野變窄了嘞？哎呀呀，不知道怎麼說啊。
蘇生泰，謝謝你的抖內。這個 Jun Hong Lin 也謝謝你的，你真棒。好，這個心存善念、尽力而為的阿北說，我也蠻久沒看台灣新聞了，真的啊，媽，該關切的毒瘤都不知道消失到哪裡去了。好啦，許世多也謝謝你的抖內，忠孝不能移，富貴不能淫，也謝謝你的抖內。所以我們繼續往下講吧。今天你如果繼續聽下去，你就會聽到你原來該聽到的東西。哎，來，在聽直播比較年輕的各位，你可能不知道這一家人呢，媒體20年前吃過一輪自助餐了，而且配方一模一樣。2006年5月，台開案，趙建明當時的第一女婿就是駙馬爺啦，被檢方指控在台開股票內線交易5月被羈押。那一個月呢，台灣所有媒體的頭版都是趙建明。SNG 車停在看守所門口，攝影機對着家門，連他爸爸趙玉柱都被拍到公共電話亭打電話。那年還有什麼？那年有紅衫軍，有國務機要費，有陳水扁的第2任期崩盤，但5月、6月頭版是駙馬爺，頭版是女婿。幹淚牛，你一定45歲、50歲了，對不對？還記得這句話叫做外線靠三井，內線靠建明。然後這個案子打了幾年？16年，對，16年，對。2021年最高法院裁定驗趙建明判3年4個月，趙玉柱判4年，16年，從第一女婿打到前第一女婿，打到岳父自己也坐牢出來了。好，這一段為什麼重要？因為趙建明這一次講了一句話。他說他被關是阿扁點頭的，他還加了一句比喻，說就像柯文哲討厭賴清德。在聽直播的各位，你聽到這句話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哇，扁家內鬥，對不對？這句話就是媒體要的。你注意哦，一句家務事只要加上阿扁點頭4個字，就從娛樂版升級成政治版。娛樂版一天最多2則，政治版可以做專題。這是趙建明給媒體的禮物，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我來講清楚台開案跟這句話的關係。2006年趙建明被押的時候，陳水扁是現任總統，當時民進黨內部的判斷是什麼？是切割，女婿被押。總統府第一時間說尊重司法，趙建明的感受是岳父沒有保他，甚至是岳父放手讓司法處理，好讓自己的政治傷害降到最低。這就是阿扁點頭的根。有沒有證據？沒有，這是趙建明內心藏了20年的心結，不是事實認定，因為沒有事實可以認定啊。我要講清楚，因為這一集我們不是來幫任何一邊講話的，但媒體不管有沒有證據。阿扁點頭關女婿這個標題可以做1周。在聽直播的各位再想一層，2006年吃這一家的是哪些媒體？2026年吃這一家是哪些媒體？名單重疊多少？幾乎全部。同一群媒體，同一家人，隔20年同一種吃法，家務事包政治外衣，政治外衣包八卦，然後開專題，差別只有一個：2006年是報紙頭版。2026年是 Threads 貼文複製到標題欄，技術進步了，配方沒變。先記住這個判斷，這不是一則新聞，這是一個20年的商業模式。一個家庭被當成內容農場種了20年吶，而且次次都豐收，值不值得？值得啊！然後我們來看農場主人自己跳下來啊。陳水扁前總統女兒8月12號引爆了離婚風波，全台媒體撲上去。一個正常的爸爸會做什麼？沉默，或是發一則聲明說請給家人空間。幹，陳水扁真是經典，他真是萬能操盤手。
8月17號左右，他找了一位戰鬥陀螺師傅拍影片打陀螺，影片裡面放了一個地獄梗，藍色陀螺跟紅色陀螺，同一國的也是輸了，不到1小時，30萬次瀏覽。在聽直播的各位啊，8月17號是什麼日子？是他女兒2300萬教育基金爭議爆發，外孫出來講話的那一天吶。Google Trends 上面趙建明那天熱度65是全月最高，比8月13號爆料那天還要高。同一天，陳水扁陀螺。然後呢，8月23號他在 Threads 辦了第1屆阿扁 AI 梗圖大賽，獎品是什麼？獎品是他本人正在用的戰鬥陀螺盒，加上2004年的絕版扁娃，投稿破1000則，投稿裡有什麼？有人把他女兒做成梗圖投進去，他照收。而且這件事情還不是原創，前一周呢，蔡英文才辦了小英菇雕刻大賽，2位前總統同一個月在同一個平台辦梗圖比賽比按讚數。在聽直播的各位先不要笑，我問你一個問題，這算不算利用？我用數字回答 ：Google Trends 陳水扁這個詞，8月1號到11號熱度0到1，8月13號女兒爆料之後6。8月17號自己打陀螺啊，一路跑到7，一路維持到8月21號6，他自己的搜尋熱度靠女兒婚變從0拉到6，撐了1個禮拜，他蹭到了，這不是我說的，這不是我說，是搜尋框說的。我講一個對照，同一個禮拜他還發了諧音梗調侃趙建明。前女婿在講阿扁點頭關我，前岳父在打陀螺講同一國的也是輸了，兩個人隔空對打，媒體兩邊都收，觀眾兩邊都看，這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都是流量節點吶。那這件事情荒謬在哪裡？不是梗圖大賽本身荒謬，前總統辦網絡活動可以，荒謬的是時機。女兒被全台起底，前女婿指控他，外孫被拍，這個當下他的判斷是流量來了，接住有流量我就接。哇靠，這是操盤手的直覺。他當了8年總統，坐了6年牢，出來之後靠什麼持續維持他的存在感？靠 Threads。一個前總統的 KPI 變成按讚數，這不是他個人的墮落，這是台灣政治人物集體的悲哀。你不在時間軸上面，你就不存在。蔡英文雕香菇也是一樣邏輯啦。所以我叫他無敵媒體操盤手，不是諷刺他厲害，是諷刺這個環境，連自己女兒的婚變都可以是素材，因為觀眾真的會看。他沒有錯判市場哦，陳水扁的判斷是對的，他對市場的判斷比任何一家媒體都要準，也比賴校長跟整個民進黨機器都要準。這一章的判斷，陳水扁是這13天裡面最清醒的人，他知道觀眾要什麼，他給。媒體也知道觀眾要什麼，媒體給。從頭到尾，唯一沒有搞清楚自己要什麼的是觀眾啊。接下來就要進到一個我不太理解的地方。這一章真的不好笑，為什麼？我先講一個人，他不是政治人物，不是公眾人物，不是醫生，不是護理師，他是一個護理師的丈夫。但這個新聞我完全沒看，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醫師。我一直以為是他醫師，但他好像不是。這個事件的全部關係是他太太許小姐在趙建明的診所工作，被趙建明的前妻在 Google 評論裡面點名。就這樣，就是這件事是他跟這件事情的全部關係。8月15號，他發了3點聲明，說相信太太。8月16號啊，他去診所接太太，被媒體圍住。8月17號，《鏡週刊》獨家拍到他牽太太的手。
標題說他高富帥住豪宅，台版玉澤演。到這裡 ，Threads 上面出現一個新的狀況。8月21號 ，Threads 上面出現一個賬號，自稱王醫師，幫趙建明講話。有人去分析這個賬號，發現名稱字母可以聯想到芊芊 ，IP 在越南，跟趙建明的行程重疊。這個賬號當天關閉。然後8月22號，一夜之間，他的本名、英文名、電話、LINE、學歷、在學時的獎狀、工作經歷、任職單位、薪資、婚紗照、他的碩士論文、致謝詞那一段感謝女友用的是太太的名字啊，還有這個他的成人網站賬號跟觀看記錄，幹，你真的假的？一夜之間全部都貼到 Threads 上面。在聽直播的各位，我再講一次他做了什麼。他太太對錢老板的前妻在 Google 評論裡面點名，而他的成人網站記錄是全國新聞。我靠！我是今天寫這篇研究的時候第一次知道，幹，這個肉搜也太扯了吧！好啦，8月22號 ，ET Today 標題說許芊芊老公慘遭肉搜，正面照 LINE。電話被挖，網急喊過頭了。文末附一句提醒網友：肉搜可能觸犯個資法。鏡週刊的標題：許芊芊老公遭起底，婚紗照、工作經歷遭瘋傳，網急勸小心觸法。文末也附警語。8月24號，多家媒體許芊芊老公遭肉搜，薪資、成人網站記錄全被扒出。你看到了嗎？標題把被扒出來的東西全部列一遍：正面照、電話、婚紗照、薪資、成人網站記錄，然後在文章最後加一句小心觸法。這叫什麼？這叫一邊轉播獵殺，一邊提醒你獵殺是犯法的。肉搜是網友做的，我不替網友講話，網友該負責。但一個 Threads 的賬號觸及只有幾千人，ET Today 的觸及是幾百萬人，把幾千人看到的東西變成幾百萬人看到的東西，誰做的？是加上警語的那些人。是加上警語的那些人啊，這是一個食人部落嘛，獵人出去打獵，抓到一個跟事情無關的人拖回來，然後村子裡面開餐廳的把肉切好，擺盤標上菜名，端上桌，菜單最後一行印本店提醒吃人是不對。個資法講什麼？個資法第19條，收集個資要有特定目的。第20條，不能超出目的使用。第41條，違反前2條，意圖損害他人，逐身損害5年以下。台灣有沒有判過？有，土城割喉案，有人在 Dcard 公布乾哥乾妹的資料，判3個月緩刑。人妻在 IG 公審小三，貼出第三人資訊，判2個月。正宮入侵小三 IG 判2個月，全部都是小案子，全部是一個人貼一個人。這次是幾千個賬號貼一個人，然後8家媒體轉播，誰會被判？我不知道但是誰會被判這件事情，不該我來回答啊。而這個人到目前為止只有放話說要提告，沒有正式地狀的報道。警方沒有回應，個資保護委員會沒有回應。這一章的判斷是肉搜的問題不在網友有沒有道德，在整條鏈條的每一環都有免責條款。網友說我只是轉貼，媒體說我只是報道網友，平台說我們有檢舉機制，3個只是加起來，等於一個素人的成人網站記錄變成全國新聞，而且沒有任何一個人需要負責。這才是食人部落的定義
不是有人吃人，是吃完之後沒有人算吃過。Ethan TW 說，這個公眾人物沒啥隱私，但是許千千老公什麼時候是公眾人物啦？我看一下啊，這個慶功的肉串庫存又被小弟賣光，又被阿卡賽斯買光了。那我趕快叫他去改一下。你也買太多豬肉串了吧？好，來，我們再繼續看今天有沒有什麼新的抖內。好，目前這一個階段沒有，我可以跳到下一張去了。來，也謝謝 IDF627。那中轟令說的沒錯啊，就是陳信妤那個誰沒拿過我爸的錢那一個，對，妙了吧？好啦，那我們接下來要講了，各位你聽這個，如果你不是很喜歡這種阿薩布魯新聞，我們接下來就不會提了。我們接下来就不會提。來，我們這一章開始要講真正重要的事情。這13天你沒有看到的東西，我會講很多，因為這才是這集的正餐。前面3章只是給你一個開胃菜，你錯過了那些東西而去看這種豪門八卦的無聊新聞，就真的是知識分子的悲哀呀。我們先講第一題，荷姆茲海峽。先講背景，很多人以為這是8月的新聞，不是。2026年2月28號，美國跟以色列突襲伊朗，哈米尼被殺，伊朗封鎖荷姆茲海峽，到現在第6個月，這條海峽戰前一天會過120艘船，全球1/5的原油跟液化天然氣走這裡。3月1號到18號，整整18天，只過了105艘，掉了95%。3月27號，伊朗革命衛隊宣布，去美國、以色列跟他們盟國港口的船一律不准過。4月8號呢，有一次2周停火，海峽沒開，只有伊朗准的船從伊朗沿岸的窄水道走。革命衛隊監視。5月4日，川普發動自由計劃行動，美國海軍護航商船出波斯灣。6月60天停火備忘錄，8月17號到期，談判破局。然後數字是8月15日，星期六5艘，8月16日星期天0艘，前一個周末是31艘，8月20日14艘，8月21日7艘，4進3出，沒有一艘超大型郵輪。沒有一艘液化天然氣船。8月25到26這24小時8艘，5出3進，出去的全部是成品油、原油、LNG、LPG 呢，一艘都沒有。所以只有成品油，沒有原油，沒有 LNG， 沒有 LPG， 一艘都沒有。你看白小洛說剛剛去洗漱，現在搬板凳坐好看的我真是運氣好，成功錯過了前面的樂趣。好，你就不要了。那直播前2天發生什麼最新狀況？8月25號，阿曼外長到德黑蘭，兩國談出一個臨時聯合航行走廊的一個協議，先聯合掃雷，60天免通行費，之後再談永久航道。伊朗另外放話，正式通行費每艘最高200萬美金。8月26號，伊朗說海峽仍然關閉，川普說不急着讓伊朗回到談判桌，美方說沒有再跟伊朗談。8月27號，英國海事貿易組織通報，荷姆茲又一艘海峽遇襲。同一天，卡達的總理飛德黑蘭，想把美伊談判救回來。所以今晚的狀態是，伊朗跟阿曼在談收費開路，美國不在桌上，油輪還在被打。在聽直播的各位啊，8月16號0艘那一天，台灣人在 Google 搜荷姆茲海峽的熱度是多少？上一章講過是0啊，感覺好像台灣都不在乎欸。那台灣的95%能源靠進口，油氣進口依賴超過99%。
大約70%的原油，40%的液化天然氣來自於要經過荷姆茲出口的國家。天然氣主力供應國是卡達，卡達的 LNG 船7月7號、8月1號2次被伊朗攻擊。就講到這裡呀，很嚴重吧？我們不推演，因為這一集不是能源集呀。第二題，美股。在聽直播有在玩美股的各位，你猜戰爭第6個月，海峽封鎖，油價漲了30%。S&P 標普500在哪裡？歷史新高。8月中標普500在7700點附近創歷史新高。3月26日戰爭第4週，它跌到6477，比歷史高點低9%。那天是開戰以來最慘的一天。納斯達克跌2.4%，然後3月31號，因為傳出停火希望，道瓊一天漲1125點，從3月低點到8月高點 ，S&P 漲了18%。戰爭打了6個月，股市漲了18%，這是什麼意思？意思是華爾街已經把這場戰爭定價了，它不再是風險，它是背景。油價91美金，市場說我知道了；海峽零燒，市場說我知道了。SPR 戰略石油儲備降到1982年以來最低，市場說我知道了。定價完畢，繼續買。但有一個市場沒有定價，債市，美國國債沒有定價。8月18號，美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創近20年新高。財政部前一天緊急宣布公債回購加倍，貝森特隔天說還可以再加，為什麼？因為戰爭要錢，制裁要錢，攔截彈要錢，而市場開始懷疑美國的長期償債能力。道瓊那一周跌了，是3月中以來最大的跌幅。8月20號，沃爾瑪一天跌了9.2%。股市說戰爭沒事，債市說戰爭很貴，兩個市場，兩個答案。在聽直播的各位啊，這件事跟台灣的關係是什麼？來，我講清楚。台灣的外匯存底將近6000億美金，去年6月創歷史新高，主要是美元資產。台灣的壽險業金管會的數字，海外投資23.2兆台幣，佔全部資金將近70%，以債券為主。媒體估計呢，美債部位20兆上下，國泰人壽一家國外債券4.95兆，佔它總投資的62%，30年期殖利率創20年新高，意思是這些債券的賬面價值在掉。去年4月，川普關稅那一波，30年期從4.33%跳到4.8%。金管會當時說每天盯流動性，現在是20年新高，比那時候更高啊！你的保單、你的退休金、你的勞退都在那20兆裡面了。一個台灣人不看荷姆茲可以理解，那是中東；一個台灣人不看美債，我就不能理解，因為那是你的錢吶。第三題，同一周的另外3件小事，我快速講。8月18號，川普說不會去救那邊停火備忘錄，而且威脅轟炸阿曼。阿曼是誰？阿曼是美伊之間的調停人，威脅轟炸調停人。8月19號，貝森特宣布要對伊朗發動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協同經濟孤立，同時說如果經濟極限施壓有效，就不會有大規模的軍事重啟。8月24號，制裁公布，油價回吐到88塊。伊朗高層跟路透社說，如果外交失敗，伊朗會從防禦轉為進攻。這一章的判斷是荷姆茲零燒 ，S&P 新高，30年債20年新高，3個數字同一周，世界不是在崩潰，世界是在重新定價，把戰爭變成常態，把常態的成本分攤到每一個持有美元資產的人身上，包括你。你看漫畫，你看趙建明的臉跟他的原型圖那13天，你的資產在被重新定價，而你連定價的方向都不知道。而且我要說的是啊，我有個朋友傳了一個訊息，他說
伊朗要被經濟制裁哦，可是伊朗說我沒有經濟，你怎麼制裁呢？ARRU 說這2天我都在微博刷各種土石流新聞，對我也是，因為我明天晚上要做這次土石流的直播，我覺得我想要研究是科學跟人類科技的進步在這一次到底怎麼樣。謝謝走走斗內的一個炸雞。對了，我這樣講，媽的，趙建明到底要追誰？他的臉蠻不蠻化，跟你我有什麼關係？沒有關係，一點狗屁關係都沒有啊！那我要吃瓜，我要看垃圾新聞，我還不如看景田的垃圾新聞呢。我最近在研究景田宇宙，十分精彩。千 U 炮啊，謝謝你贊助 Parky Four， 這個時間你應該還要開那個遠端會議。來，我們講第5章林肯號的悲劇。你各位可能沒辦法想象，正當台派覺得有一個兵推對台灣有利，超開心的時候，很抱歉，美國最强力的林肯號航空母艦出事了。出什麼事呢？亞伯拉罕·林肯號是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排水量10萬噸，艦上5000人。去年11月離開母港聖地亞哥，2月28日開戰的時候，它在阿拉伯海。從那天起，它就是美軍在中東的主力航母之一。8月22日 ，USNI 證實林肯號離開中東，返回第7艦隊，海上連續274天。各位，274天9個月，沒有靠過一次海啊！在聽直播的各位，你上一次連續9個月沒有踏上陸地是什麼時候？沒有啊！即使是郵輪說要環遊全世界，也是幾乎天天或者隔天就要靠岸，讓你上岸去走一走，晚上再回來睡。因為人類不是設計成這樣的。8月12號衛報，8月13號 CNN 報道了船上的狀況：食物短缺、盥洗用品短缺、飲用水被污染、加疏延誤，有水兵跳船呢。從航空母艦上跳下去，那個高度是會受重傷的啊！他不是逃兵，他是跳海欸。國防部長或者是說戰爭部長 Hexas 回應說，報道完全失實。9天後，林肯號離開中東。我要講清楚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因為它不是一個美軍好慘的故事，它是一個結構的故事。不是聽說要跳海，據說是跳海。而且我講到這一段的時候，我想到我應該去剪那個航空母艦的影片啊。昨天我已經把那個自動剪接系統寫好了嘞。那個阿卡塞子說，航母這麼久不靠岸可以嗎？可以，它靠油彈補給艦，而且最重要是底下的潛艦是可以換防的，但航空母艦不行，因為你在水面上給人家看，你不能走。熱格塞斯呢 Hexas 說報道完全失實，但9天之後林肯號就離開中東了。我要講清楚這個故事。美軍在中東的海軍後勤樞紐在哪裡？在巴林第5艦隊司令部 NSN Bahrain， 所有航母的補給、食物、水、零件、油件都從那裡出去。2月28日開戰，伊朗第一波報復打的就是巴林。彈道飛彈加上 Shahid 無人機，從2月底打到6月底，反覆打。6月26日，《華爾街日報》用衛星影像估算，基地損失4億美金。
五角大廈之前沒有公布，基地被打穿，補給就出不去。8月15日，美軍正式把中東海軍後勤樞紐從巴林移到 Diego Garcia。Diego Garcia 在印度洋中間呢，距離波斯灣2200英里，補給線拉長了2200英里，船上就開始缺水了。在聽直播的各位，我再講一個順序：基地被打，補給斷，補給線改道拉長，航母上的人開始缺水，有人跳海。國防部長說失時就航母就撤走了。這是一艘航母被扼垮的完整流程，從頭到尾沒有一艘飛彈打中它，一艘都沒有。結果呢，故事就變成這樣。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這是我最近賬號被解封之後用 CDance 做的航母影片，剛好今天可以派上用場。但是我覺得這個影片好像解析度太高了，但沒關係，播一下子而已，播一下子而已。那所以呢，我們要講的就是一邊是總統在講領土，然後一邊呢是航母上人在跳海。那這就是一艘航母被扼垮的完整流程，從頭到尾沒有一顆飛彈打中它。同一周呢，川普在說什麼？8月14號。在長島打敗伊朗之後呢，我要把荷姆茲宣布為美國領土。8月16號再講一遍。那我這樣講，連我們的研究員都差點寫錯，因為川普喊完全控制那一周美軍唯一的航母已經撤走了。不是，林肯號走了，但喬治華盛頓號8月20號已經到了。布希號從4月就在中東一直維持2艘航母，我查了 USNI 才擋下我們研究員瞎講的這一條。我講出來是要告訴你，這一集嘛，媒體不查證，所以我們自己每一條都查，查到錯的就會當場講。所以林肯號的悲劇不是美軍沒有航母，是美軍有航母，但航母上的人撐不住。武器沒有極限，但人有。在聽直播的各位再想一層，林肯號上5000人，9個月缺水，這些人回到聖地亞哥之後，有多少人會再簽下一份合約？美國海軍的招募這幾年本來就在缺人，一艘船跳海的新聞出去，下一批人在哪裡？這才是這場戰爭真正的成本，不是4億美元的基地，不是攔截，但是願意上船的人。這一章的判斷，林肯號證明了一件事情：現代戰爭打的不是武器，是後勤，而後勤的最後一環是人。一艘沒有被擊中的航母，因為補給線多了2200英里，就出現跳船。這件事在台灣的媒體上是零，沒報。台灣人在這9個月裡面，對美軍在中東撐不撐得住這個問題的認知來自哪裡？來自川普說要把荷姆茲變成美國領土那一則。你看到的是總統的嘴，你沒看到的是水兵的腳啊！各位，我覺得剛那個 CDance 2.5做的東西很不錯，對不對？那阿卡賽子問說為什麼有點厚道？因為我給他的照片是我那時候這樣子拍的照片，所以他覺得有點厚道。而且這一句話我給的那個指令詞少於100字，想知道在艦上的豬大在念什麼？哎呀，你以後有機會再說。所以我覺得現在的 AI 作圖最領先的部分呢，就是少指令詞就做出來很多了。所以
我覺得很棒。但是有一個問題是，這個700我是手動把它加到1080p，所以1080p 呢播放起來會掉幀。那但實際上它影片已經是高解析度 1080p 了。那我要講的是呢，可是光這一個30秒的影片就做掉我1個月的積分，開心吧？說到這個，我要上來領一下積分，媽的！說好的積分呢？哎，到底要去哪裡？你看，我之前存了半天才買了1個月費的會員，積分響起。哦，我1個月有1080哎，結果現在剩下500多，不知道能不能再做，不知道能不能再做这個一個動畫了。好，但我有朋友是真金白銀的在燒 C-Dance， 我只是做開心的，好不好？來，我們接下來進第6章啦。第6章是什麼？第3題，美伊戰爭現在打到哪裡了？我分3段的，美國這邊、以色列跟土耳其那邊，還有伊朗裡面。先講美國這邊，8月17號60天停火備忘錄到期，8月18日，川普說不會去救他，同一天他威脅要轟炸阿曼。在聽直播的各位啊，這個是阿曼是這場戰爭裡面美國跟伊朗之間唯一還在講話的管道啊。阿曼在幫兩邊重開荷姆茲海峽，川普威脅要轟炸阿曼，理由是阿曼干涉美國對荷姆茲的計劃，威脅調停人呢，威脅調停人呢，這是6個月以來的第一次啊。8月19日，財政部長貝森特說要發動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協同經濟孤立，同時說如果極限施壓有效，就不會有大規模的軍事重啟。翻譯是：我們不想再打，我們想制裁到你自己。8月21日，川普威脅制裁伊朗的貿易夥伴，誰在跟伊朗做生意？中國、印度。8月24號制裁公布，伊朗那邊一個高層對路透社說，如果外交失敗，伊朗會從防禦轉為進攻，在荷姆茲跟整個中東升級。所以現在的狀態是，談判管道被威脅轟炸，經濟戰升級，伊朗放話轉進攻，海峽零騷，這叫第6個月。以色列跟土耳其那邊呢，這是這一集最想講的一段，因為台灣媒體大家一則都沒報道。8月18號，以色列空襲敘利亞西北部的阿布爾杜哈爾空軍基地。理由是什麼？一個土耳其代表團剛去過那個基地，以色列說要阻止土耳其在那裡部署軍隊，土耳其譴責，敘利亞政府否認有土軍永久基地的計劃。在聽直播的各位，土耳其是誰？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1952年加入北約第5條協防條款，攻擊一個北約國家等於與全部北約國家宣戰。一個北約成員國的軍隊要去的基地被以色列炸了。以色列的算盤是什麼？北約的第6條規定，第5條的地理範圍只保土耳其本土，地中海特定區域裡面的土耳其部隊在敘利亞境內的土軍不在範圍內。所以以色列的判斷是在敘利亞打土耳其人不算打北約，不算打北約。以色列的智庫8月20號公開寫出來了。標題叫做部署前的否決。土耳其呢？土耳其外長說不想跟以色列在敘利亞衝突，但8月2日，土耳其國防部長在國會講了一句幾乎沒人注意的話：土耳其正在仔細更新在塞浦路斯的戰備，理由是以色列在敘利亞南部跟伊朗裔塞浦路斯的活動。還有一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8月7號，土耳其跟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簽了一份集體防禦協議，打一個等於打全部。巴基斯坦有核武，所以土耳其現在頭上有2把傘，北約一把，沙巴普協防條約一把。以色列炸了他要去的基地，他去告狀不動手，但在塞浦路斯備戰。這件事情跟台灣有什麼關係？我講一個結構，美國的中東盟友是誰？以色列、土耳其、沙烏地。這3個現在是以色列炸土耳其要去的基地，土耳其跟沙烏地簽了不含美國的防禦協議，美國的盟友體系在美國自己的戰爭裡面開始互相打。台灣是美國在亞洲的盟友，不是條約盟友，是準盟友。你看美國的條約盟友在中東怎麼互相對待，你就知道準盟友在亞洲的位置在哪裡。了了吧？來，再來看伊朗裡面這一段很慘的。2月開戰以後，伊朗對內鎮壓升級，從3月19號到現在，奧斯陸的伊朗人權組織統計處決了28到30名抗議者。國際特赦組織說，還有至少41個1月被抓的人已經判死刑，罪名是什麼？戰時通敵，不是反政府，是間諜叛國。戰爭給了政權一個框架，你不是在抗議，你是在幫敵人。8月12日，32個國家在巴黎發聯合聲明，最強烈的措辭譴責。台灣在不在？不在，這是常態。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主權國家聯署不會有台灣，不要拿去做台灣被孤立的標題。台灣媒體報了幾家？3家，中央社2則，自由3則。中國跟俄羅斯的立場不譴責，不干涉內政。他們譴責的是美以打伊朗這件事情本身。誰是這樣的判斷呢？第6個月的美伊戰爭，3個現象：調停人被威脅，盟友互相炸，政權用戰爭處理異議。這3個現象沒有一個是伊朗獨有的，他們是戰時狀態的通用產物。台灣如果進入戰時狀態，這3件事會不會出現？誰是調停人？誰是盟友？誰會被叫做通敵？這3個問題，台灣人現在有答案嗎？沒有，因為問題本身都沒被問過。你不看，當然不知道，好嗎？哎呦，天哪！好，我們念一下斗內啊。淚牛說，朱大從第3章後講的都是有內容，因為我要先鋪陳嘛。但是沒關係呀，這個席夢是真的做得比較好啊。幹，我好可憐哦！我連續包月，但是我的一個月的點數大概只夠做一段影片。讓我看看，我明天能不能做一個翼龍飛躍空中，然後前往尼泊爾救災的畫面。Chanita 說，欣賞朱大在事後做一個總結式的匯總，不是跟着時事新聞時事碎片化討論，總結來看更能看得出來事情輕重緩急，所以更喜歡朱大現在專題式的直播。好了，謝謝你的喜歡。那我們要做一個總和的直播，但是總不是那麼討好，所以也沒關係，我也沒有要討好大家，我只是覺得該做的東西要做，所以謝謝各位認真繼續跟我一起聽下去。順帶一提，我們置頂的有行動電源、信工的商品，還有雲章的牛肉麵。雲章牛肉麵真很好吃，還有牛肉貢丸也好吃，我今天也吃了一大堆。出口物5757，我靠，依舊是這時間點下班，待會繼續看回放，辛苦你了。來，我們要講到第7章了，這個事情最奇怪。台灣這麼親日，結果防衛省跟防衛白皮書裡面刪了這一句話，其實很嚴重的。先講時間，這件事情是8月4號，13天之前，我把它放進來，是因為發布後1周，台灣的討論就熄火了。13天的八卦窗口裡面，這些八卦蓋過了這件事情。
它不是被蓋掉，它是本來就沒人看，然後變得更沒人看。8月4號，日本內閣通過2026年版的防衛白皮書，高市早苗內閣的第一份。高市是誰？去年11月講過，台灣有事，可能構成存立危機事態的那位首相。白皮書有台灣章節。2025年版寫的是台海情勢穩定，不僅攸關日本安全保障，對國際社會穩定也非常重要。到了2026年版，台海情勢穩定对國際社會穩定很重要，少了什麼？攸關日本安全保障。在聽直播的各位，這幾個字有多嚴重？少了這幾個字有多嚴重？8個字。我講直接一點。攸關日本安保，意思是說台灣出事等於日本出事，日本有理由介入。攸關國際社會，意思是台灣出事，全世界都該關心。跟日本的關係，跟巴西的關係一模模一樣樣。從我家的事降級為大家的事，這是日本防衛白皮書第一次把台灣安全跟日本自身安全的直接連結拿掉了。路透社、BBC、日經都注意到了。那日本是轉向親中了嗎？也不是，這個我要講清楚。同一份白皮書，中國的定位還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沒有改。台灣周邊軍演常態化，封鎖能力、聯合作戰能力的分析也沒有改，還新增了2段。台灣周邊海底電纜損傷可能構成混合戰，還有 AI 跟無人機的新型作戰方式專章。所以這是2手描述威脅加重，安全承諾降級，翻譯成白話叫做中國很危險，但台灣出事是你們的事。為什麼？因為高市早苗月底要跟習近平在 APEC 見面。BBC 的分析是這句話刪掉是曖昧話，避免加劇日中緊張。這是推測，日本官方沒有承認，但你看時機就知道了。在聽直播的各位，這件事情跟你的關係是什麼？台灣的安全架構是3隻腳，美國、日本自己。美國那隻腳在打伊朗，補給線斷到航母上有人跳海。前面講過，日本這一隻腳呢，8月4號在文件上退了半步。那台灣在8月4號到8月26號之間討論什麼？我不用再講了，在討論一個豪門家族的互撕八卦。我講一個比較，8月4號白皮書發布，8月5號、6號，聯合報、自由時報都有報 ，BBC 中文8月6號有一篇分析，然後8月15號一則 Google 評論全部結束。從那天起，8家媒體關於白皮書的追蹤報道是0。ET Today 8月17號有一篇投書，這是唯一一篇。一個國家的安全承諾被降級，在這個國家引起的討論。不到1個禮拜，這一章的判斷是什麼？日本沒有背叛台灣，日本只是把台灣有事從承諾改為觀察，這是正常國家在美國分心時會做的事，降低自己的曝險。真正不正常的是什麼？是被降級的那一方連注意都沒有，幹我們金口不言呢，我們根本不開口。你會發現這一集每一個國際題的結論都一樣，世界在調整對台灣的部位，台灣在看趙建林的臉是不是蠻畫啊？搞什麼啦？出口物說我要順便補一個中午的抖內，大家趕緊按讚，順便來送會員，謝謝出口物送了10個會員。很多人收到了，有很多是新同學。對呀，你看小貓李昂覺得很好笑，我沒有經濟，你要怎麼制裁我？來，我們接下來要進到第8章了。第5題，美國同一個禮拜做了3件事，一件對外，一件對內，一件對盟友。先講對外的，8月24號美東時間，國務院正式把敘利亞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移除。這個認定從1979年開始，47年，同時把 HTS， 也就是現在敘利亞總統沙拉出身的那個組織，1年前還是被美國懸賞的恐怖組織，從全球恐怖分子名單移除。財政部同步解除制裁，移除之後。
知統名單剩3個：古巴、伊朗、北韓。在聽直播的各位，一個組織從恐怖組織到合作夥伴花了多久？從2024年12月阿薩德倒台到2026年8月，20個月。這件事情在台灣3家媒體報了，聯合、中央社、自由，同一天趙建銘受訪，那一天陳信宇在自由是45則。對內的美國期中選舉11月3日、3月31日，川普簽了一道行政命令，要求國土安全部建立選民名單，郵局只能把郵寄選票寄給名單上的人，這是把選務從各州收到聯邦手上，美國建國以來從來沒有做過。23個州加華府告到聯邦法院，6月26號，麻州聯邦法官發禁制令，擋住行政命令的核心。8月11號，同一位法官再發一道全國性禁制令，擋住郵局執行這個規則。8月21號，郵局在禁令還有效的情況下，搶先公布了95頁的最終規則。8月24號，星期一，最高法院6-3解除了第一道禁制令，理由是程序性的旧文論文。Sotomayor 大法官寫得很清楚，因為他沒有觸及合法性。然後直播前2天，8月26號，一天發生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規則正式登上聯邦公報，生效日回溯到8月21日。第二件事情，同一天，同一位麻州法官把自己8月11日發了第2道全國禁令撤銷了，理由跟最高法院一樣，原告告的時候規則還沒定案，程序不对。我不可能預先處罰一個沒定案的事情，所以到今晚2道禁令都沒了。郵局之前說2道都解除才會在11月實施，條件成立啊。CNBC 規則已經清出通往期中選舉的道路，所以沒有經過國土安全部同意的人呢，接不到郵寄選票。那方恩格呢？應該接得到，但其他人我就不確定了，因為 CNBC 說新的訴訟正在提，但新訴訟不會自動擋住郵局。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要明白這個規則到底在做什麼。各州要把郵寄投票選民的名單交給郵局一個新的入口網站，郵票信封要用聯邦審過的有唯一條碼的格式。郵局可以拒收不合規的選票郵件。司法部長在最高法院說，郵局不會做任何選民資格審查，不會拒絕不在名單上的人的選票。這是政府為了贏官司說的話，你可以記下來，11月再對。這件事情的規模有多大？問方恩格就知道。2024年的美國30%的選票是郵寄的，民主黨選民44%用郵寄，共和黨26%。誰的選票會被這個規則碰到？你自己算。那民主黨選民投票人變少，誰會佔優勢呢？那還用說？加州、奧勒岡州這些郵寄投票大州，州長已經說不配合了。白宮說不配合的州就砍聯邦補助。距離11月3號呢，只剩67天。這是美國，這是台灣把安全完全壓在上面的美。對盟友的是什麼呢？8月23號，美國前副總統彭斯在基輔，注意，前副總統不代表現任政府，提議讓韓國提供愛國者攔截彈，經美軍轉手給烏克蘭，因為烏克蘭已經正式向韓國要愛國者3型了。韓國的立場是只給人道援助，不給殺傷武器。到8月26號沒有正式回應，而且烏克蘭怎麼跟台灣一樣笨啊？你叫彭斯去講，他媽川普恨死彭斯了，怎麼可能講？那為什麼烏克蘭要到韓國去要飛彈？因為是數字，烏克蘭收到的愛國者攔截彈，2023年675枚，2025年364枚。
2026年到現在264枚，今年只有去年同期的1/3啊。8月11號開始，烏克蘭已經停止公布攔截飛彈的數量了，因為數字太難看。美國的攔截彈去哪裡了？去中東了。洪斯8月23號同一天否認伊朗戰爭拖垮了對烏援助。在聽直播的各位，把3條線放在一起，美國庫存、伊朗戰爭、烏克蘭防空、攔截彈只有這麼多，中東拿走，烏克蘭就沒有。烏克蘭就要去韓國要，台灣用什麼愛國者？台灣是 PAC3，就是愛國者3型的客戶，跟烏克蘭排同一條隊。我要講的是這3件事情集合在一起，看到什麼？對外，美國可以在20個月內把恐怖組織變成夥伴，把47年的認定撤掉。對內，美國可以在選前70天讓自己的選務程序陷入3道法院命令互相打架。對盟友，美國的攔截彈庫存決定了誰能活過下一波空襲，而排隊的順序不是盟友決定的。這不是反美，我講的每一個日期都是美國自己的法院文件跟國務院公告，這是要你看清楚你押的籌碼長什麼樣子。這一章的判斷，敘利亞除名、郵寄投票、攔截彈排隊是同一件事情的3面。美國正在重新定義誰是朋友，誰能投票，誰先拿到彈，3個定義都在動。台灣不在名單上，不在選票上，在隊伍的後面。台灣在哪裡？台灣在搜尋框裡面打漫畫，在打趙建宇。來，還沒完，故事來到北京了。北京這一周在做什麼？最後一題，這13天北京在做什麼？8月22日到26日，北京國家速滑館第2屆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16個國家666支隊伍2056台機器人1301場比賽21個項目，同一個時間，北京亦莊在辦世界機器人大會。在聽直播的各位，我念幾個成績。8月26號前天閉幕那天，100米組大型決賽，天驕隊的機器人8秒64，用跑的哦，不是給你用輪子開的，用跑的。8秒64，小型組冠軍11秒98，人類的100米世界紀錄是9秒58，而他跑到8秒64。去年第1屆的紀錄，新華社自己列出來，我照念：400米去年1分28秒03，今年大型組38秒15；1500米去年6分34秒40，今年2分21秒64。原地跳高。原地跳高絕對是機械比較佔優勢，你看到那個畫面就知道，它噗啾一聲跳3.4米，去年是0.956米，跳遠跳到7米97。在聽直播的各位算一下，400米快了2.3倍，1500米快了2.8倍，原地跳高高了3.5倍，就1年，人類原地跳高的記錄大概1.6米。機器人3.4米而已啊！還有一些項目你要聽名字啊，自由搏擊40公斤級，跳啦啦隊伍，乒乓球，香港大学的队伍乒乓球上打贏上海交大，靈巧手專項賽，電動工具裝配用鑷子夾豆子，一台機器人用鑷子夾豆子在比賽呀！好了，在聽直播的各位會說，朱大你是不是又要吹中國了？不是，日本對這邊大篇幅報道，世界各國的媒體都大篇幅報道。我講3件事情。第一個，這是15+5規劃的第1年，2026到2030年，具身智能就是有身體的 AI， 在15+5裡面是點名的。中國信通院8月18日發的報告，具身智能訓練場已經是關鍵基礎設施，規模化、集群化布局。翻譯，他們在蓋機器人的學校，蓋很多間，蓋成一個網。第二，這個運動會不是給工程師看的，是給老百姓看的，票價98元起，央視主辦，速滑館是冬奧場館。速滑館是冬奧場館，它的功能跟1964年東京奧運
是一樣的，讓自己的國民相信我們是這個時代的主角。你笑機器人跌倒沒關係，重點是幾億人在看機器人跌倒，然後看他明年不跌倒。第三，台灣的媒體這一周有沒有人報機器人運動會？我沒有查，我不想查。你有看到也很少，只有笑而已。台灣有全世界最好的晶片，機器人腦子是台灣做，但機器人的身體、訓練場、比賽、觀眾、國家規劃一樣都不在台灣。台灣做的是零件，中國做的是敘事。零件很值錢，但零件不會讓一個國家的人民覺得自己是主角。在聽直播的各位，再想一想。同一個8月22號到26號，台灣的 Threads 在辦什麼比賽？阿扁梗圖大賽、小英菇雕刻大賽，2位前總統在比按戰術，而北京在比機器人跑100米跟人類的極限。這一章的判斷是，機器人運動會是一個國家在向自己的人民展示未來，而台灣這13天向自己的人民展示的是什麼？漫畫、原型圖、戰鬥陀螺、小鷹、香菇雕刻比賽。這不是中國多強的問題，這是台灣的公共注意力被拿去做了什麼的問題。一個社會的未來感是用它的頭條餵出來的，他們的頭條是8秒64，你的頭條是要不要再求證一下啊，各位？哎，來，我們已經把所有東西講完了，也謝謝你跟我們一路聽到這邊。你記不記得我們在剛開始的時候舉了一個例子？你今天早上跑去聯考，結果在路上看到2個人拿大便彼此丟來丟去，互相打架，互相罵架，你覺得好精彩啊！先看一下，再看一下，又看一下，看完天黑了，聯考考完了。所以我最前面問的是，丟大便的人是壞人嗎？現在回答不是。丟大便的2個人是離婚的人，他們有權利吵架。架攝影機的媒體也不是壞人，媒體是公司，公司賣的是你會買的東西。陳水扁也不是壞人，他是一個看懂市場的人。那誰是壞人？這一集沒有壞人，這一集只有一個閉環啊。這個閉環是什麼？你的手指按了陳信妤，媒體看到數字就加開專題，專題出來。你看到更多陳信妤，你再按，媒體看到數據更好，再加。第3天開始，你已經不是在選擇看什麼，你是在看被選擇給你的東西，而那個選擇是你3天前的手指做的。在聽直播的各位，這是等價交換，你用什麼換什麼？你用13天的注意力換了漫畫，換了原型圖，換了手機桌布，換了1億元的保密條款。你付出去的注意力是真的，換回來的東西也是真的，交易成立，沒有人騙你。那你沒換到的東西是什麼？荷姆茲林騷的那一天哦，你不知道日本降級那句話，你不知道美國在20個月內翻掉47年的立場，你不知道攔截彈台灣排在烏克蘭後面，你不知道30年美債殖利率創20年新高，你的保單在掉價，你不知道林肯號航母上有人跳海，你不知道北京的機器人跑8秒64，你不知道。這些不是你錯過的新聞，這些是你的聯考題目他們不會因為你不看就不考了。丟大便那2個人昨天已經自己講了，你們要不要求證一下？我的小孩都不看了，連他們都下場了，你還站在路邊看？真相總是傷人啊！這一集的傷人版本是這樣的，不是媒體把你養蠢的，是你先蠢，
媒體才發現蠢可以賣，然後把你養得更蠢，然後你更好賣。這個環沒有起點，所以也沒有人可以怪。你怪媒體，媒體說我看數據；你怪陳水扁，他說我看流量；你怪自己，沒有人會怪自己啊。所以這個環怎麼退出？我不給你假希望，這個環不會因為這一集就斷掉。明天自由還是會有20則陳信宇啊，後天 Threads 還是會有新的肉搜啊。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你今天晚上在這裡聽了2個小時的河姆茲跟白皮書，你的手指今天晚上是按的是這個，請各位趕快出去按讚，讓更多知識型的直播可以推廣給你，而不是讓更多陳信宇跟趙建明跟蠻形臉跟圓形禿，你這一次的點閱會進到某個數據裡面，它很小。但是這是你唯一能做的，不是叫媒體改，是讓數據改。媒體從來不聽人講話，媒體只看數據。所以我罵是要他改，而他改的方式是看到你按了什麼讚。科學終將勝利，不是因為科學會贏，是因為數據不會說謊。他只是誠實的反映你是誰，你們的品味是什麼，你想讓他反映什麼。從今天晚上這一次點閱開始算，記得要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然後你將來就有機會被推到越來越好、比我更好的內容。Alex QEQ 說：“朱大的每期節目都很精彩，很有啟發，感謝。我希望你認真聽、認真看到內容。” H15586 說：“誰在乎陳信宇的家事？我不在乎啊，可是很多人在乎，而且在乎，實在是，我也覺得很無奈。CCL 我還看到你去重看了一遍那個耶路撒冷那一集，跟巴勒斯坦那一集，謝謝你這麼投入。”OWTS9999 說：“可惜呀，政府不會把朱大提的這個警示聽進去。我本來就不覺得他們有救，我救的不是他們，我救的是你們。所以各位，今天的內容到這邊啦。如果你覺得內容不錯呢，這個1塊錢不嫌少，100元不嫌多，有這個 PayPal、微信，然後有支付寶，有這個綠界，各位可以稍稍的抖內。”藍白合本來就出事啦，因為本來就不會合啊，你幹嘛抱那麼大的信念？來，這個網友留言什麼丁說真相真的好傷人，然後台灣這樣下去還有未來嗎？什麼情？有沒有未來我不知道，我們要搞住自己的未來啊。白小洛說朱大黃土條這種個人不停發聲，我們科學理性有世界觀，綠媒天天喊。我們是傻逼傻逼大傻逼，嗓門還特別大，那又怎麼樣呢？我不在乎啊。也謝謝什麼情中午也抖了一個，然後這是什麼呢 ？M 什麼 S 說繼續贊助朱大 DJI， 搞不好可以從支付寶直接買一台 DJI， 不知道可不可以寄到台灣來。嘎嘎咪咪口說，雖然大部分的民眾也許只想看三星色，漁民也更好控制。謝謝朱大提供知識型的主題，提升國際見聞，活化我們的大腦。哎，你要聽進去哦。我們是希望你派上用場的，我們不是希望你這個曲高和寡，在這邊聽聽，覺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就沒事了。要聽進去哦。謝謝什麼太小抖一下，我來看看啊。
CCL3635，哎，我覺得我將來也可以去 B 站哎，感覺 B 站比較吃知識直播。京東要選自營店是不是？好，這個我去查一下。哦 ，L 小戴說 ，Just like I find listening to BBC News relaxing， 你就吸收知識啦，好不好？小內給抖編說，每次聽到這段就想按一，你不會抖內哦，靠腰嘞。好啦，那今天聽了開心要抖內的人其實不多，大概禮拜五晚上的人都去吃吃喝喝去的，休息休息，好不好？Mr. 阿卡塞说，聽進去還要能讓家人跟朋友知道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小弟還在努力中，讓家人了解哪些才是關乎荷包的事情。是沒錯，這其實比較重要啦。謝謝 L 小戴的抖內。Joshua 蔡說 ，B 站回報少，哎，回報少有什麼關係啊？我現在也沒從 B 站賺錢，我只是要學會怎麼打那麼多路的資訊出去而已。目前只有3路啊。我看一下，哎呦，目前 VMix 可以打5路哎，吼吼，那搞不好我可以同時做5路直播嘞。楊淑芬說：“謝謝朱大如此專注與用心，也不用謝謝我，你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轉給你的朋友看。”就好了，好不好？那這個好像也是一鍵3連的。好，來不管了。我有一陣子因為郭正亮關係，導致我都是看綿羊料理，但是最近綿羊料理比較少跳出來。好了，最後面啊，各位，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寫得好，腳本好，講得也好的話，請按1；如果你覺得今天內容腳本好，但講不好，請按2；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腳本不好，這個講的也不好，請按3。好不好？有人說蹲久了看會不會有甲方，說不定出大就接到神奇小路的商單了。呵呵呵呵，也別想那麼多。Alex 說：“對，來 B 站，但是。”我們的內容也不是那麼的適合 B 站，好不好？謝謝各位的投票跟抖內。那明天我們再來看，晚上就會講尼泊爾邊界的這一場天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白小洛說，可以從京東自營，淘寶用天貓旗艦店或官網直接買，淘寶只能支付寶，另外2個還可以微信。找個轉運公司或你在大陸的朋友給大陸地址，然後轉寄回台灣。好啦，謝謝各位的這個投票。那我們最後就借由播放我的影片來為各位做一個收尾吧。但是我必須要講，因為我很久沒做了，所以那個語音沒有辦法配合。但是，對，吉隆口岸。好啦，跟大家說拜拜嘍，拜拜拜拜。不是唯恐天下不亂，是唯恐你以為天下太平。不是唯恐天下不亂，是唯恐你以為天下太平。